我刷牙时刷出一截手指，原来骚扰我的继父死在了水箱里，现场没他杀痕迹，警方只发现了一个纸扎人。我笑说他就是做死人生意的，有纸人很正常吧？警方却疑惑，可那纸人为什么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？我洗澡时花洒里掉出一整块溃烂的皮肤，我尖叫着报了警。继父的尸体很快从天台水箱里捞出，小区邻居这才知道自己饮用了足足1个月尸水。他强壮的尸体腐烂得不成样，雨水一起进入千家万户，难怪最近水质特差，一直有股挥之不去的腥臭味。警方调查时，妈妈认定是我干的，是他老冤枉我男人偷看他，恨我偏心弟弟，他就是个不知足的白眼狼。哭喊声中，我温顺地垂下眼帘，眼底一片麻木。小区的水箱位于我家这栋楼的天台，离地面有5米高的梯子，要将一个清醒的壮年男人扛上去，仅凭弱女子是不可能做到的。现场没他杀痕迹，只是很奇怪，警方在水箱边发现了一个纸扎人，就是烧给死人的那种纸人。我说正常，继父就是做殡葬生意的，平时要送去殡仪馆的纸元宝、冥币、纸人都会放家里，准确说是堆在我的卧室里。方队蹙起眉，视线环绕完我的房间，最后直落在我脸上。他问出了一个让我匪夷所思的问题，可那纸人为什么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呢？我的心狠狠跳了跳，与我一样？怎么可能？我说纸扎匠这行有几个行规，其一，不给活人做纸人；其二，不能给纸人点睛，因为纸人有了眼睛就容易有灵性，吸来邪祟。可水箱边的纸人不仅身材与我毫无二致，还有一双活灵活现的黑眼珠，眉目与我更有7、8分相似。方队，据说你继父曾闯入过浴室，几日前你们还发生过斗殴，是真的吗？我承认，毕竟额头的淤青、手臂上的伤痕都做不得假。继父只是误开了门，有点争执。我用上妈妈曾经劝架说的话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纸人穿着艳红旗袍，长发披肩，嘴夸张地咧向两边。因为背对着警察，我不由自主地对纸人回敬了个同样诡异的微笑。方警官，您相信纸人有灵魂吗？我人生的转折点在1个月前，那晚继父撕碎了我的高考志愿表，以5万的价格把我卖了。我成绩优秀，自然不甘心，每天发疯撞房门，可门被反锁，窗户焊死。妈妈苦口婆心劝我，你爸也是为了你好，5万块一个娃，也就10个月时间，反正女人迟早也是要生孩子的呀。酷暑的蒸汽熏得人睁不开眼，只剩老旧的风扇滋滋呀呀地转着。继父裸着上身，浑浊的眼睛下流地在我身上打转。你跟你妈一样好生养，嘿嘿，到时候3年生俩，离高考只剩2个月。我根本无处可逃，黑市的人今晚就要来。绝望的我缩在角落，最后陪伴我的只有一个个纸人。我没有洋娃娃，从小会跟他们分享心事，哭诉妈妈的偏心，担忧未卜的前途，他们是我最亲密的朋友。哭累了，我晕睡了过去。意识模糊中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摩挲我的脸，还抹去我眼角的泪。可那不是人的手，没温度，轻飘飘的，粗糙的质感，更像是某种纸，廉价的、粗糙的，出殡时才用的纸。我猛地惊醒，是梦。卧室里依旧静悄悄，床对面堆的10几个童男童女全面朝着我，齐刷刷凝视着我。最前头那个穿旗袍、红脸蛋的女纸人，朝我缓慢地眨了眨眼。我只觉浑身冰冷，以为那是幻觉。突然，女纸人用朱砂画的红唇开口了：“凉凉，你想改变命运吗？”女纸人用朱砂画的红唇朝我微笑着，我心如擂鼓，几乎吓晕过去。对了，最近有一桩案子，妙龄女孩失踪后被弃尸，凶手杀人前掏走了她的内脏，这批纸人正好就是给那家死者用的。纸人说，10分钟后你会被2个男人带走，那个地下黑市是地狱，你会像母鸡一样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，你没用后，他们还会卖掉你的内脏，做不到反杀，你的未来就只能在地狱里度过。我越发肯定他是那个受害者。继父为了撇清责任，早将门钥匙交给机构的人，他则带着妈妈弟弟躲了出去，这样就算东窗事发，他也可以推脱给入室抢劫。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我极力克制战力，纸人艳红的嘴往上翘了翘。你还有7分钟准备，把利器藏在身上，偷袭是你最好的选择。他黑洞洞的眼睛盯住我，是生是死全看这7分钟了。现在时间10点16分，7分钟，这是逆转命运的7分钟。这一刻很奇妙，生死关头，我突然冷静了下来，彻头彻尾，从体温到心跳急速降温。我必须反抗，否则我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迅速环视房间。我的卧室相当于仓库，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堆积在这，有铁锹，有生锈的匕首，有半瓶百草枯，
刮胡刀片有割断动脉的能力，削得尖尖的铅笔也有同样功效。只要愿意，很多不起眼的玩意都会是武器。我以最快速度脱掉睡裙，换上口袋多的牛仔裤，脑子飞快转动，无数个可能在运转，无数个画面在组接。门是反锁着的，我要藏在哪有还击的机会？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出现，我将百草枯撒了些在床上，剩下全部倒掉。窗口外开来辆面包车，无牌。我家房子是80年代的老小区，附近建了垃圾站后臭气熏天，这栋楼住的人屈指可数。车停在了僻静死角，不会有邻居看到的地方。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借着夜色弓背下车，指针滴答滴答，还剩4分钟，他们要上来了。我只瞥了窗外一眼，继续专注手头的工作。真奇妙，明明几分钟前我还想着自生自灭，但现在我反而成了狩猎者。我将最后半瓶百草枯倒在衣服上，让刺鼻的味道挥洒出去，将空的瓶子摆在床头柜，布置好一切。还剩最后1分钟，我斜倒在床上，装作服了毒药的样子。我努力平静心跳。客厅外传来钥匙搅动门锁的声音。就这家，两人的对话声没有阻碍地传入耳中。对，听说是乖学生，准大学生，所以价格更贵。这行也要看学历呀，有钱的雇主也要找基因好的吗？那送进去之前咋哥俩还能先嘿嘿嘿？赶紧办事吧，以后有的你玩。我咽了口唾沫。30秒倒计时开始。恐惧在黑暗中滋生。两人用继父给的钥匙打开卧室门锁，他们蹑手蹑脚地进来了，被满屋子纸扎人吓出了声。靠，有病啊！晦气玩意放着，要冷静，要放松。我的神经紧绷成一条线，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乱跳的声音。如果开了灯，他们肯定能发现我的异常，但万幸他们没开。脚踝一凉，粗糙的手贪婪地摸了上来，像蛇吐的信子，冰冷湿腥。我死死抑制住要尖叫的冲动，身体丝毫不动，如同一具真正的尸体。那个迫不及待动手的男人发现了异常。不对，哥，这什么味道？另一个赶紧打开手电筒，一照急眼了。他喝了百草枯，人要死了，他们半分钱都拿不到。哥俩射下鼻息，还有点，于是一合计，医院是不能送的，只能趁着还有口气，赶紧送到黑市去。一人扛着我，匆忙下楼。大半夜扛个人的动静，难免会大一些。我掀起一线眼帘，摇晃倒置的视野里，我看到302的房门没关紧，3楼独居的老伯透过缝隙窥视着廊外。我们四目相对了一瞬，走后头的男人似乎察觉到什么，扭头看去，他眼里闪现杀意。可下一秒，他在老伯面前晃了晃手。老伯眼珠发白，他是瞎子，他白内障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我的希望也湮灭了。继续走，别节外生枝。高个男打了个手势，他们大步下楼。我像烂娃娃被扔进面包车后座，脸颊陷进一堆臭衣服里，血腥恶臭味让我几乎窒息。兄弟两人以为我中毒失去行动力，没捆住我。我小心移动手指，摸出袋里的折叠小刀。纸人提醒过，第一个交易地点离你家有半小时车程，你算着时间，在12分钟时，面包车会经过一家警察局，那里出警最快。别奢望有谁救你，能救你的永远只有自己。是的，不会。在继父第一次毒打我，妈妈选择出门买菜时，在我哭着告诉他内衣裤被继父偷走，他好几次趁我洗澡试图闯入时，妈妈劈头盖脸骂我。一家人有什么好在意的？你这小丫头就是心思歪。我试图用成绩告诉他我很优秀，等我赚到钱，他就可以不用依靠继父。可他却说，你还年轻，生了恢复得很快的，妈妈有经验，5万块会给你5000，怕你乱花，钱就先放妈妈这，你到时候好好养胎，啥也别操心。所有恨意在颠簸中酝酿发酵，蓄势待发。杀人的话，左侧颈总动脉最快。我默默观察，主副驾驶位各一人，司机是高个，副驾驶的弟弟矮胖。如果先攻击哥哥，车会失控，我被制服的几率反而大。能解开奥数题的脑子，难道还算不出来这些？出发后，我就打着节拍默算时间，3分钟、5分钟，1秒又1秒，越数心跳越稳。在数到720秒时，刀刃啪地弹开，我猛地扑向副驾驶，身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我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将匕首扎进矮子大腿。矮子发出惨叫，司机匆忙要踩刹车，与我的判断一致，他配了安全带，带子一时间会限制了他的行动。我趁机抽出藏在袋里的剃须刀片，男人一慌乱，没踩准刹车，车没一点减速，失控撞向路灯，砰的一声，巨响声响彻夜空。天旋地转的撞击后，我最后看到的就是几个警察匆忙地朝这里跑来。我改变了命运了吗？我获救了。毕竟车祸现场离警局只有几百米，警方怀疑这2个流氓与之前的少女抛尸案有关，上个死者与我年纪相当，
家庭环境类似，都是不被家庭重视的女孩。继父一口咬定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一家本来是要去探亲的，女儿在屋里睡着了，我们忘了，没想到有小偷进来。警察压根不信，忘了女儿，却不忘在卧室上了几道锁。那2个流氓哪来的你们家钥匙？流氓嘴巴很严，咬死是入室行窃。继父指着我吼，谁知道是他在外招惹了什么野男人，钥匙肯定是他给的。我沉默地看向窗外，外头晴空万里，从3楼这个位置能隐约看到警局门口。不知看了多久，我才开口，我有证人可以指认他们。3楼的王博来到警局，他报了警，说自己是人证。继父暴跳如雷，你瞎的不能再瞎，你能看到什么呀？你要瞎说，老子整死你！我忍不住冷笑。王博看不见是因为白内障，但1个月前他已经做完了手术，恢复了一定的视力。他儿女不孝，去医院的各项事情都是我在帮忙，这些他们都不知道。7分钟里，我用了足足2分钟写下多张求救信息。报警，我是702的凉凉，继父把我卖了，坏人马上就要来，他们无恶不作，还会挖走女孩的内脏。救我！我将纸用胶水包着，裹在弟弟的玻璃弹珠上。我裹了很多张，因为我不确定王博能不能听到。透过窗户间隙，我松手，一颗又一颗玻璃珠往下坠落，有的弹了出去，有的落在3楼阳台的花盆里，有的落在地上，砸出些许声响。终于，满头白发的老人捡起了玻璃珠，他立刻报警，然后守在门口。他亲眼看着2个流氓上楼，扛着我下楼。他们扛着小梁下楼，还想杀我，但看我眼睛发白，以为我是盲人，放过了我。老人愤怒地控诉，这栋楼就我们2户人住，我的家常年不关内门。我很肯定，凉凉继父是当天下午6点带老婆儿子走的。我听到他妈在问门锁关紧了没，可别出事，只有拿了钱才能给儿子重点小学交择校费。妈妈理直气壮地闹着，凉凉，你快帮爸爸说话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回家说？我一阵恍惚，原来弟弟的择校费就是5万，我的未来比不上弟弟的一次择校。他又在说那些养大你多不容易的话了，好像我天生就该为这个家付出。他担心继父进局子受苦，却一点不担心人犯会如何对我。面对楚楚可怜的妈妈，生平第一次，我推开了他。他做的事，法律会让他付出代价，你求任何人也没有用。我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睛，遍体鳞伤的心再也感觉不出疼了。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们，永远。继父从警局回来没2天，溺死在水箱里。我看到纸人的瞬间，就猜到了过程。那晚他去天台修水箱，被活过来的纸人吓慌了神，跌入水里。葬礼上，妈妈发疯一样骂我。我抓住他要扇来的手，视线扫向他与弟弟。知道我在面包车上是怎么刺伤2个男人的吗？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甚至可以杀了他们。白眼狼，我真后悔生了你。他眼里布满血丝，面容狰狞的几乎扭曲。这一刻，我感觉到他真实的恐惧。我提醒，别惹我，我现在只要高考。乖女孩，受人欺负；疯女人，百无禁忌。妈妈吓得连夜带弟弟回了老家，我乐得清静。半夜，我沉睡着，老旧的门锁嘎吱了几声，有什么东西在尝试扭动。门开了，但没脚步声。我又感觉到有东西抹擦脸颊，比上次更小心翼翼。我立刻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个咧着大红唇的女纸人。这一幕足以让成年男人吓晕过去。面对回魂的纸人，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慌乱。我抬起头，直视他，直面过死亡。现在的我有直视任何人的勇气。我不再恐惧任何人、任何事。你不是上一个死者，对吗？纸人脸颊的2坨红晕在台灯的映照下格外刺眼。他有些欣慰地说：“是的。”一个可能慢慢浮现出来。那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杀了继父？纸人咧嘴笑了。因为我就是你呀，凉凉。他是未来死在手术台上的我，他是惨死在手术刀下的冤魂，他是那个被流氓带走、困在牢笼里、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凉凉。这个可能我隐约料到，但从不敢往深处想。我被巨大的悲哀笼罩，虽然他现在是纸人，可我确实能感觉到2个灵魂之间特殊的羁绊。我小心翼翼问：“我在机构里被关押了多久？”“很久很久，久的不知道外头何年何月。”纸人没法改变表情，他阴森森的喜庆着。直到我身体垮掉，被运送到回收站那天，才第一次见到太阳。我攥紧了掌心，指甲陷进肉里。那现在命运改变了，未来的我会安息吗？纸人说了个冷酷的事实：未来要真的改变，我自然会消失。可现在我仍在，证明你的未来并没有真正改变。我紧紧咬住嘴唇。那个机构还会继续犯案。纸人，你既然能改变命运1次，就能机会改变第2次。快高考了，你先专注考试，别忘了我们的梦想。我们不是想去北京读大学吗？我们还没爬过长城，还没去鸟巢，没看过北京奥运的烟花，没去海边看过日落，没去上海看过外滩。这些要做的事，你要全部完成。我心底最隐秘的希望，他全知道。
他在地狱里也不曾忘过理想。我擦干眼泪，生怕眼泪滴在他身上，小心翼翼拥抱自己。我会的，我保证。重新坐在高三教室里，我恍如隔世。埋头做笔记时，一个本子被推到我面前。你落下的课的笔记，自己看。这次模拟考我可不想胜之不武。说话的人是我的同桌江渊，他英俊冷漠，还是班长，但万年年级第2，每次考试总比我差几分。听说我被困在家这些天，是他屡次提出，甚至联合同学写了信要去教育局。谢谢，我会努力跟上的。我感谢。他突然问我，昨天我本来想去你家送试卷。我心猛地跳了跳。你不在家，我去天台找你。他眼里充满困惑。我看到你在对纸人说话，为什么？他尖锐的目光让我喉咙发干。我尽量装作镇定解释，身边没人聊天，瞎聊几句而已。那也不该对纸人，你想聊天？班里同学不行吗？你同桌我是死的吗？他大概以为我有病。不过我反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天台？这下轮到他喉咙发干了。他语气平平的解释，以前旅游大家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说过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会上天台，是吗？我都没一点印象了。回到家，我跟纸人商量，你说他听到多少？幸好你没出声。纸人也语气平平。2007年8月22日，班里组织去游乐园，你自己说的。哦，是有这事。平时这些活动我没钱参加，那次还是江渊帮我提前找了活，给图书馆打扫卫生，干了3周才凑够了去游乐园的钱。我躺在床上，纸人安静地站在墙角，他凝视着我，嘴角似乎更翘了，勾起古怪的弧度。入睡前，我有点疑惑，我都忘干净的事，纸人，未来的我怎么又会记得呢？我在婴儿的哭啼声中苏醒，令人恶心的血腥味充斥在狭窄的空间里。我崩溃地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，肚子高高鼓起，身体不断流血。一瞬间，绝望贯穿我。这里是地下黑市，为什么我会在这？我不是在家里吗？我不是已经改变了命运吗？2个戴口罩的男人无视我的求助挣扎，用手术刀划破肚子，他们对我就像在对待畜生。到底哪里出错了？我痛苦哀嚎，但虚弱的身体如同烂泥，只能任人摆布。放开我，救救我！我呻吟。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害怕过，没有麻醉剂，我在剧痛中产下一个孩子，小小的死胎，面色乌青。2个男人遗憾地摇了摇头，直接把孩子扔进垃圾桶里。生得太频繁，质量不行了，这胎交不了货给雇主啊。看来也是时候送回收站了。回收站是暗语，这里是利益链上游，在物尽其用的原则下，一个女人会被合理的榨干榨尽。头顶的手术灯光像盏莲花，圣洁地普照我。恍惚间，我笑了，也懂了，那些都是我濒死前的幻想吧。我压根什么也没改变，我呀，仍在地狱中。运输我的人还是那2对流氓兄弟。这个时空里，他们没有入狱，他们要送我去回收站切除眼膜。之后是2边的肾，最后是最值钱的心脏。黑市，一颗心脏可以喊价100万。我奄奄一息，卷缩在后备箱，颠簸让下体的血流得更厉害了。我不断咬舌尖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尾箱里杂物多，我摸到一个扳手。之前我恶补了很多逃生的知识。这种老款车的后备箱用的锁芯盖，我撬开盖子后，我在黑暗里不断尝试，试着顺时针去转动锁芯。不知试了多少次，在我即将失去意识时，锁芯啪的一声开了。车正好在红灯前刹车，我趁机打开尾箱，新鲜空气疯狂涌入，后头是车水马龙。我没有犹豫，扑了下去。凉凉凉凉，我猛地从噩梦里惊醒，浑身冷汗，我大口喘气。窗外明明阳光很好，可我却惊恐未定，嘴唇哆嗦。同学担忧，你还好吗？都叫你好多次了。我以为那是梦，但下一刻，我眼睛陡然睁大。我的双腿伤痕累累，那是大腿擦过马路留下的痕迹。纸人分析，可能我的出现让2个时空产生了交错。你现在是薛定谔里的猫，可以去地狱，也可以留在天堂。凉凉，你不能走错一步。我想点头，可浑身被抽干了气力。我捂脸哭着，为他，为我，为我们。大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呀！我泣不成声，用手背擦，却擦却越多。我想救你，怎么就不能救你呢？对不起，另一个时空的我，另一个17岁的凉凉。你没有机会高考，没有机会去北京，你没有未来。只能一个人承受所有，直到死去。纸人轻拍我的背，那么轻，一点重量也没有，我却觉得像击中了我的心脏。你做得很好了，凉凉，但之后你必须做得更好，我相信你。第2天，我红着眼回到学校，刚到教室，学习委员气喘吁吁找到我。凉凉，你妈又来学校闹了，又让你退学。妈妈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她还有她娘家的几个舅舅，领了个男人来学校。有人撑腰，她不仅以监护人的身份要给我退学，还说给我选了门好亲事。
我的女婿今天来，就是接凉凉回去结婚，你们这些做老师的可不能坏人姻缘。他指的好女婿是村里40多岁的赌棍酒混子，打残过前妻，蹲过牢子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我应该气得浑身发抖，应该无助彷徨。可经历过那段非人的记忆，我发现自己不存在任何情绪。江渊抓住我手臂，眼里全是急切的关心。别回去，我爸是律师，他会帮你，他没权利带走你。他挡在我面前，跟几个男老师一起阻止舅舅们动粗。我说声谢谢，然后越过他，迎上赌棍淫邪的眼睛。知道水乡溺死案吗？这案子当地人不会没人知道。我冷静地诉说着事实，死者是我的继父，也就是她的老公。这下不仅同学，赌徒的表情也变了。这点我妈肯定没提过吧？我语调很稳，无所畏惧。妈妈气得跺脚，赶忙解释不是这样。我面带微笑，继续说：5日前，隔壁市又发生了一起女性抛尸案，那是个走私人体的机构。1个月前，我继父与妈妈曾将我卖给过他们，但很幸运，我伤了2人，逃了出来。但我可不保证他们不会过来再找我寻仇。你猜我继父的死会不会是他们做的呢？我将办公桌上的裁纸刀恶狠狠扎进桌面。想娶我，你想好代价了吗？我这玉石俱焚的态度直接将赌徒吓跑了，他怕牵连，连定金都顾不上要。我视线落在妈妈身上，谁也别想阻碍我读书，包括你。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未来的我用生命换来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我们的未来。我不怕流言蜚语，也不怕同学躲闪的眼神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高考。我必须要去北京，去最好的学校，去完成大梁死都没完成的梦想。妈妈来闹事，学校给保安都打过招呼，不给进。校长给我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。离高考不足10天了，我这天要回家取衣服。其实我是想去看看未来的我，我怕他一个人待在那孤单。江渊自告奋勇提出送我回家，他无所谓地说，反正顺路而已。哪顺路？我看过他家地址，一个城北，一个城南。他只能坦白，好吧，我是担心你被你妈又卖回村里。他的模样逗笑我，我也坦诚。好吧，我其实回去不是想拿衣服，是想看看我的纸人。他呼吸顿了顿，刻意耸耸肩，试图彰显男子气质。那你这癖好真够诡异。我想起去年去游乐园的鬼屋，你挺怕的，你怕可以先走。可他背着书包，固执地跟了上来。你不怕我吗？说不敢动是假的。尤其同学都当我异类，话都不敢跟我多说。他沉默着，选择了跟我并肩而行。有点吧，但我更怕你被你妈带走。我怕你认了，特别怕。我缓缓吸气，试图让自己表情镇定。我跟你同桌那么久，还不知道你吗？你总因为你妈对你弟的偏心难过伤心，你总要当第一，觉得这样你妈就能对你好一点。我知道你会那样，不是你的错。大学学费可以解决的，你成绩好会有奖学金，还有助学贷款，暑假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做家教。说到这，他从裤袋里掏出1页纸。我在小区物色了好几个学生，价格也谈好了。我诧异的接过那张纸，折痕严重，也不知道他反复看了多少次。无法言喻的感动让我冷硬的心变得有了温度。可我不能答应他什么，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的承诺能不能兑现。谢谢你，我永远不会认命。大梁，大梁。江渊离开后，我独自上楼。奇怪，今天纸人安静地站在一边，半天也没出声。正奇怪，忽然我闻到一股奇怪的香味，若有若无，但又很熟悉。那是妈妈用的廉价香水味。我意识到不对劲，猛地一回头，可来不及了。下一秒，妈妈赤红着眼从衣柜里跳出，她举着铁锹，没有犹豫的向我脑袋狠狠砸下，意识飘忽在肉体之上。妈妈低低絮道：凉凉，那些人找上我说收了钱必须要见到人，你呀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命苦，怪你不该起坏心害你叔叔。原来我的妈妈才是真正送我去地狱的人。这里就是我梦里来过的地方，这里关了起码20-30个女孩，她们被关在大型狗笼里，一个个面容枯瘦憔悴，行动迟缓，有的生过太多次，肚皮的肉松得像赖皮狗。地下室的空气肮脏腥臭，女孩们吃喝拉撒都在这，只有被雇主挑中，她们才会被接到楼上，享受10个月稍好的日子。所以女孩们反而期待怀孕，她们不知道，在失去利用价值后，才是真正的死期。我身上常带的折叠刀被没收走。到了晚上，我悄悄从内衣承托的地方抽出一节钢丝，这种能撬开锁的细丝。这1个多月除了学习，其余时间都给了极限逃生。我跟着锁匠学习开锁，用的理由是怕继父妈妈再度困住我。市场大爷林怜悯我，将手艺倾囊相授。第1晚，我就悄悄打开了笼锁，我松了口气，又关上。还没到时间，笼子外还有几层的门锁，我只有1次机会。第3天，我被雇主选中，押我去做抽血检查的男人叫三哥，是这儿的负责人，
体型壮硕，提我像提小鸡仔。我不喊不闹，积累力量。但突然楼道里警报响了，我心脏一紧。三哥脸色骤变，安保说好几辆警车来到工厂门口，说什么做例行检查。该死，警察怎么会查到这？地下工厂建在地底，上面的伪装是养猪场，就算要检查，也不该是警察。三哥立刻将我推给小弟，立刻转移货，快！货就是我们这些女孩。地下仓库里有秘密运输走的通道，小弟把女孩们放出来，往通道里赶。趁着混乱，我用钢丝解开了铁链。说不害怕是假的，我的心脏快要从胸口里跳出来。但此刻我像准备了无数回，冥冥中好像有力量在帮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用钢丝插进电插孔，将地面一盆污水浇上去。电路卡了，周围陷入黑暗。插板边是小弟放着充电的小电驴。还不等安保反应，下一秒电动车随之爆炸，耀眼的火光喷涌四溅，炸得轰轰烈烈。我撕心裂肺地喊出：快跑啊！四散的女孩们这时才像惊醒的傀儡，她们开始不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随着火势越大，她们鼓起勇气往门外跑去。我指挥她们跑，让她们顺着梯子往上爬。就在我的脚踏上梯干的那瞬间，身后一股猛烈的力量将我拖倒在地。安保骂骂咧咧将我按在地上抽打，你这贱人，老子弄死你！他力气太大，我牙齿被打碎，满嘴的血。火势越来越大，皮肤暴露在滚烫中烧焦。可真好啊！我露出一点笑意，不后悔的。哪怕救不了自己，但我也应该能救到很多女孩。只是可惜，北京的烟花我是见不到了。咽喉被勒紧，意识模糊中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穿过火墙出现了。不，那不是人。大梁，他怎么会在这？同样惊讶的还有保安。大梁此刻不是一张纸，他好像成了千斤重，两条手死死缠着男人粗壮的脖子。我着急爬起身，纸可比人还要怕火。我去救他，可他力气大得离谱，我根本挪不动。火舌窜上他的脸，他的四肢，吞没他脸颊上那两坨恶俗的红晕。凉凉，走啊！他两颗眼珠久久看着我，好像多看一眼就是一眼，那么珍惜，那么真挚。我的视线被热泪遮住，火舌彻底吞噬着他荒唐的面容。他笑着，眉眼弯弯，甘之如饴。向前跑，可别回头啊！我要爬不动了，浑身痛得抽搐，浓烟侵入鼻腔，让人窒息。大梁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，别忘了你承诺过的事。我不忘，不敢，不会。我们的未来以后就靠你了。会的，请放心依靠我吧。泪水在烈焰里蒸发着，我死死咬住牙关，闭起眼，使劲往上，像挤出石缝的野花，朝着阳光，朝着希望，野蛮生长。耳边传来警笛声，我终于爬出那长长的铁梯。这就是震惊全国的603大案。警方彻底捣破了这个无恶不作的团伙，成功捣毁基地，解救出32名被圈养的工体。抛尸案里的少女就是他们利用完后遗弃的。警方经过严密布控，做了完全的准备来购买我的雇主，也是警方的卧底。后来警局跟媒体采访了我跟江渊。那天我上楼后，他其实没走，他耐心地等着，想给我个惊喜。在发现我被人带走后，他立刻用速写记下那几人的面貌、车的型号。几十秒里，他做到了专业刑警才能做到的事。大家更惊讶于我的自救能力。梁同学，你当时不害怕吗？你是怎么做到那一切的？面对镜头，我久久沉默，最后问：大家相信奇迹吗？地球人几十亿人，多少人见过奇迹呢？我信，因为我见过。我喉咙干涸，火焰似乎还萦绕在身体里。这辈子我都忘记不了。我要谢谢自己，是未来的自己救了我。6月7日，高考正式开始。也是奇怪，据是每年高考都会下暴雨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外头暴雨倾盆，我用手贴着湿漉漉的窗户，感受着这份潮湿。我想起被火焰吞噬的大梁。放心吧，你的梦想我会完成。等成绩的日子，我妈也被警方逮捕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是重罪。江渊的父亲代理了我的案子。法庭上，我妈大声狡辩，他还好好的，我怎么卖他了？我生了他，他就算还我也是该的。江父冷静地说，你组织出售人体器官，即可认定为本罪，受害人是否被摘取，不影响认定。而且之前你就在以介绍工作为由，连续将3名农村女孩介绍给机构，其中2名被摘了肾。最后他被判处15年徒刑。很快成绩出来，没有悬念，我被北京顶尖的大学录取。收到录取书那天，我来到天台。今天是个大晴天，蝉鸣不断，从天台可以眺看远处都市淡淡的轮廓。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江渊气喘吁吁跑上来，他来得太急，衬衣后湿了大片。他喘得说不出话，冲我扬了扬手里的录取书。他以高分被北京的警校录取，以他的成绩原本可以去更好的学校，可我就是想当刑警。少年的脸庞上洋溢着无畏的坚定。
我想亲手抓住那些坏人，我想保护你，保护那些跟你有相同遭遇的人。炎炎的暑气一下进了心里，他眼瞳里倒映着我的身影，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的笑容，我自己都很诧异，我有多久没这样轻松的笑过了。我笑着笑着，眼里湿润了。江渊着急地安慰我，你哭什么？这是好日子，以后每一天都会是好日子。大梁，我只是想到你，叫我往前走。你看，我现在真的做到了。我要去北京，去看奥运，去看你说的烟花，去课本上所有我们期盼过的地方。我会好好的珍惜每一天。你说不回头，我们就别回头。那你都看到了吗？大梁，纸人的回忆。对不起各位，我说了谎。我不是凉凉，虽然我来自未来，但我不是你。但我们确实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。凉凉，我是你的女儿，你与江渊的女儿。妈妈，你想知道原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吗？那对兄弟带走了你，很轻松的，毕竟你继父给了他们钥匙，他们将你带上了那辆无牌的面包车，毫无悬念，你成了铁笼里的母鸡。你智商高，身体好，人又漂亮，成了雇主最喜爱的产品。你以为生了一胎，妈妈就会接你回去重读高三，可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。大概5年时间，你生下了4胎，其中一个雇主需要双胞胎，但你身体太虚弱，中途流产，又被强行打开身体，之后你身体就垮了。看你没用了，他们将你送到回收站。在去的路上，你成功破坏了后备箱，以自毁的决心跳下了车。但幸运的是，你没死。负责人口贩卖案的正好是你的老同学江渊，他喜欢你，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你，但这段感情几乎被所有人反对。虽然你狠心拒绝了他很多次你觉得不配，可他不在乎外人的闲言碎语，执意要跟你一起。几年后，我出生了。小时候，我隐约察觉到妈妈跟别人不一样，你身体特别虚弱，需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。你腹部有很多恐怖的伤疤，你害怕黑暗，家里永远要有灯开着，你不敢躺直了睡觉，习惯蜷缩成一团。你也很少出门，你虽然努力在克服，但我感觉得到你恐惧所有人的目光，好像习惯了黑暗，没办法直视阳光。我做作业，抱怨别人家妈妈会辅导，妈妈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？你一下愣住，好像犯了错的小孩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爸爸后来单独找我谈话，他给我看了很多奖状、照片，说这些荣誉都是属于妈妈你的。我很诧异，你妈妈一直是年级第一，你曾经的理想是当律师，可那段非人的折磨让你患上了阅读障碍，你的才华理想早被折磨没了。爸爸是警察，情绪一直很内敛，可说这些话时，他声音都在颤抖。她是最优秀的女孩，本来应该去最好的学府，读最好的专业。江暖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？她眼尾发红。你妈妈实在太想见阳光了，所以我叫暖暖，代表我是她的太阳，她的希望。第一次真正知道妈妈你的过去，是在亲戚的口中，很远方的亲戚，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八卦的将我拉到一边，对我表示适当的怜悯。真可怜，遇到这样的妈妈。你知道你妈妈过去遭遇过什么吗？哎呀，太惨了，也亏得你爸能忍。要是我儿子娶这样的女人，我是不可能允许的。我想让他们闭嘴，可我一抬头就见到了你，你表情惨白的吓人，好像一具行尸走肉。妈妈，你对我说抱歉，非常小心翼翼，我看得出你很怕我嫌弃你，我会讨厌你。可妈妈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有无穷的愤怒，我愤怒世间怎么有那么穷凶极恶的人，愤怒命运的不公，憎恶出卖你的继父、妈妈、弟弟，憎恶那些搬弄是非、谴责你的垃圾。妈妈，你不该惭愧，惭愧的是这个世界。我们找过最好的心理师帮你，他催眠你，进入过你的回忆里。没几次，这位著名的心理医生精神崩溃，患上了严重的 PTSD。妈妈，我知道你受过的一切，知道你被拐卖的所有细节，知道你在地狱里的每一天每一刻，知道取卵针植入你下体时的感觉，知道你肚子一天大过一天的恐慌，知道你理想湮灭的绝望。吃了药后，你会无意识的求助，祈求大家别碰你。你喃喃，如果我能回到那一天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改变命运呢？你知道吗？暖暖，面包车路上曾经经过一个小警察局，你无数次的感慨，要是能找警察就好了，如果能回到过去就好了。妈妈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保护你。妈妈，你的失眠越来越严重，你分不清过去与现在，你被幻觉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你瘦骨嶙峋的身体虾米一样蜷缩在床上，美丽的脸早已憔悴不堪。爸爸跟我都没办法让你能好过点，毕竟我们都没真正去过地狱，世界上没有谁能跟你感同身受。你走的那晚特别的冷，我睡得也格外的沉，朦胧中我感觉到你抚摸了我的脸，给我盖好被子，你的泪水落到我脸上，你好像还说了对不起。之后你穿着睡裙独自走进了寒冬的大海里，涛声依旧，但你再也没走出来。
葬礼上，那群亲戚又来了，他们幸灾乐祸地说：“真是不负责呀，抛下女儿就走了。我早说这女人不行。暖暖谁来照顾啊？家里总需要个女人。就是江渊啊，二姨这里女孩子多，给你介绍。”爸爸跪在地上，置若罔闻，眼神空洞。我身着校服，走上前，扬起手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灵堂。我一巴掌拍在他脸上，滚！别让我再见到你。所以妈妈，当我见到17岁的你时，原谅我没忍住，借着纸人的身体摸了你的脸。17岁的你是花一样的年纪，但也像花一样易碎。我必须保护你，用我的方法，或许残酷，或许激进，但要对抗命运，你必须凝视深渊。我知道你经历过的一切，我模拟过无数个方案，短短7分钟，你要怎么从2个流氓手里逃出升天？我要如何以最快的方式让你学会反抗？你到底要学会什么技能，才能逃离残酷的命运？那些残酷的未来，让你不得不学会成长，学会狠心。我在拔苗助长，为了让你坚强。妈妈，我每天都在重复你的梦想。我们要去北京看奥运，要去读最好的大学，要在职场上发光。你的人生本也应该就是这样。当我勒着保安的脖子，被火蛇吞灭时，我看着你脸上全是鲜血跟泪痕，你奋力想带我走，可我走不了的。凉凉，走啊！妈妈，快走吧，向前跑，可别回头啊！要头也不回，一直朝幸福去。这就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。我要消失了。妈妈记着那天，我虔诚跪在佛前，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：给你一次改变过去的机会，你愿意吗？我诧异抬头，佛堂里没别人，只有千盏佛灯闪烁，神佛垂眸，四莲世人。可一旦改变过去，现在的你将不复存在，你入不了轮回，失去了因果，你的妈妈也不会记得你，你的存在将彻底抹去，你愿意吗？无数次祈祷，我终于得到了回应。我没有犹豫，我愿意，我会不惜一切带妈妈出地狱，绝不后悔。